大家好，欢迎回到河马系统。上期河马防御的节目里，我们介绍了河马把白方经典的兵中心的结构呢，转变成了王毅印度防御的兵型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和应对的技巧。如果大家淡忘了，可以查看下方的链接再回顾一下。本期我们来研究一下白方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白方选择把中心的 E4 兵，然后再推进一步到 E5 的情况。那样我们就把河马布局转变成了法兰西防御的兵结构。大家可能了解法兰西防御呢，就是白方 E4 黑方第一步 E6 的这种布局，紧接着白方会走 D4 黑方再到 D5， 这就是法兰西防御了。和卡洛康的防御比较类似，黑方主打的就是坚固的兵型，白方接着会选择要么交换掉中心兵形成交换便利，要么呢是拱兵继续拱兵 E5 来形成封闭的兵中心的这种结构，或者呢还有其他的走法，比如出象或者跳马来防守这个兵。不过黑方通常呢会在下步继续拱兵到西5，白方还是要考虑这个兵怎么办，何去何从的问题，还是会形成要么是交换便利，要么是继续拱兵形成拱兵便利。所以呢，法兰西防御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防御体系。大家可能知道，法兰西防御是黑方很有威胁、很坚固的一个布局，令白方很头疼的一个防御开局。我们来看河马防御怎样演变成法兰西防御兵型的。首先还是 E4 黑方 G6， 白方 D4 黑方出象。开始感觉呢，黑方是现代防御对战白方的经典兵中心的这种开局结构。白方接着出象到了西4，通常看到这步白方出象出动到自己中心兵阵的一排，或者是再往上一格到 B5， 对于河马防御来说呢，通常是很高兴看到这步的，因为它会进到河马防御 A6、B5 的攻击范围之内。但首先还是要先完成中心的布局，拱兵 D6， 还是迷惑对方，我们这是现代防御或者说是王毅印度防御的布局。白方接着出马，黑方 E6。其实 E6 走完呢，就暴露了我们的河马开局的计划了，因为无论是现代防御还是王毅印度防御都没有这步拱兵到 E6 的这步棋。如果大家喜欢呢，还可以继续哄骗对手，比如拱兵到 A6。对局中黑方先走了 E6， 那白方接着出王毅的马，黑方马跳到 E7， 白方移位，黑方 A6。 为了防止黑方下步可能的拱兵到 B5 来赶走他的象，白方通常这时要走 A4 兵了。如果白方不走这步呢，黑方一定会拱兵到 B5 来赶象的，抢得先手。既然白方走了，那黑方回到正常的河马布局，拱兵到了 B6。 我们这时注意出子的这个顺序，拱兵 B6 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也阻挡了白方可能的继续拱兵到 A5 所带来的麻烦。所以白方出象到了 G5， 我们知道这又是一步坏棋，这是给黑方带步的。河马布局里本来就要走 H6 来拱兵的，白方退象，黑方出象，白方后到 D2。 每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小心了，不能急于易位，因为这条斜线上已经有2个攻击子力了。如果这时短易位的话，那么 H6 兵就已经缺少保护了。不过河马在这个阶段是很少易位的，但这步白方上后的这步呢，也给了他自己带来了麻烦，他把自己的黑格象的活动空间给堵死了，一旦有马去攻击这个象，基本上就必须要换的。所以黑方最后一步跳马完成了布局，白方出车到了中心。又到了第11步了，河马的选择终局走法的时候到了，也就是河马转型的时候到了。如果黑方有机会拱兵到 E5， 也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王毅印度防御的阵型了。相反，我们来看，如果黑方有机会拱兵到 D5， 也就是今天要介绍的法兰西防御的兵型了。那么到底哪种好呢？其实是要根据白方的进攻局面，我们来做出最好的反应的。转变成王毅印度防御的时候呢，我们将集中兵力，如果我们要 E5 拱兵的话，那我们将集中兵力在对方的王毅上下棋。而如果转变成法兰西防御的阵型呢，我们将所有的力量将投到后翼去，在后翼下棋，这是2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目前找到黑方怎样走棋的这个思路呢，是比较简单的，找到白方布局的弱点就可以了，也就是他防守最薄弱的地方。先看无人防守的青子，只有这个白鸽象，但我们现在攻击不到它。再来看兵，无人防守的兵或者少子防守的兵，这里我们会发现呢，第4兵有3个子在保护，或者说是4个，而 E4 兵呢，现在却只有1个马在保护它。
其实黑方要注意的就是白方白格象出子的位置。当他到了除了第3之外的其他任何的一个地方，第3是加强对 E4 保护的一个格子，但其他的任何的，比如 E2、C4 或者 B5 都没有对 E4 兵产生保护。这里我们建议跳马到 F6， 一举多得的，这是一步好棋。第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呢，就是因为这个 E4 兵缺少保护，而我们现在马上就集中了2个攻击子力，而对方只有1个，迫使对方来加强对他的防守。而且马的下次移动呢，无论是 G4 格还是将来如果他拱兵的话，我们可以选择第5格，他们都将瞄准白方的黑格象。他现在是在一个被封闭住的位置上，一旦被攻击一定会被吃掉。所以第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 E4 兵其实不是我们主要的进攻目标，而是虚晃一枪。最重要的是这个马的第2步去的地方，它会攻击到这个黑格象。比如白方可以选择拱地兵到第5来挡住黑方白格象的这条斜线，这样他 E4 兵就安全了。还有可能呢，他可以选择退象回到第3继续保护 E4 兵。最后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白方可以拱 E 兵到 E5攻击 F6 的马，同时挡住了黑格象的线路，但他这一步呢，也同时打开了黑方白格象的线路，利和弊都摆在这里。不过黑方这个时候呢，白格象吃 F3 上的马是不好的，那是因为白方兵吃 F6 的马之后，威胁会更大。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时候先动他的马，对黑方来讲是很不错的，吃掉了白方王翼的重要防守子力，而且破坏了白方王城的兵形。但白方这个时候并不一定马上用他的兵来吃掉这个象的，他可以直接用兵先吃掉这个马。如果黑方这个时候象吃 F6 的兵，那白方这个时候再吃掉这个象，白方已经是多子了，多了一个轻子。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呢，黑方还可以选择用象来吃掉这个车，那白方可以继续用兵吃象，还在威胁吃车。黑方只能保护这个车，那白方接着吃掉黑方的最后一个象。结果呢，变成了白方用一车来换掉黑方的双象，白方是占优的。所以我们不能用黑方的白格象去先换掉白方 F3 上的马，而在 E5的时候，黑方最好的走法是把 F6 的马跳开到第5，这是攻击白方的黑格象，而且第5格有很好的保护。无论白方用马换还是用象换，黑方都会把用另一个马来替换上来。白方不能允许黑方的马放在中心的，所以选择了放弃掉自己的双象，开始用象来换马。黑方马吃回来，继续攻击白方的黑格象。白方这个时候跳马到 E4， 黑方马换象，白方后吃。黑方现在呢继续简化局面，用他的不太好的象换掉白方很好的马，所以象换马，白方吃回。注意，黑方一直没有给白方中心换兵的这个机会，现在呢拱兵到了第5，封闭住了中心，这样呢就形成了另一种河马防御转变的阵型，法兰西防御的兵型，形成了一个象对马的不平衡局面。如果大家了解法兰西的防御呢，我们知道它对于黑方来讲是非常坚固的，令白方很头疼的防御体系。通常黑方会集中力量在后翼展开猛攻，比如 A 兵、B 兵、C 兵的推进是在所难免的，挑战中心尤为重要。如果我们了解法兰西的走法，这种局面应该是很舒服的。黑格象瞄准的中心，准备继续攻击他的中心兵，对中心的争夺起到了帮助，还可以来到 F8， 对后翼的突破提供支持。又由于令黑方头疼的这个白格象，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法兰西防御里的白格象是最有问题的一个棋子，因为它很难出动，会被自己的兵给挡住。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白格象已经消失了，已经换掉了。另外，由于双方都不会对各自的国王造成直接的伤害，对局会是一个长久的阵地战，并没有像上一期王翼印度防御那样激烈的攻王的对战。所以这个例局呢，是黑方跳马到 F6 后，白方拱兵到 E5 赶马，黑方才形成的法兰西防御的这个兵形的过程。好，法兰西防御的变化是河马转变成后翼进攻的终局的这个过程。那么还有什么情况我们可以决定中心兵形变成法兰西防御的兵形呢？准备开始后翼进攻呢？
我们看下面的对局，开始10步呢，我们快速带过 E4 B6 双方的初子阶段，第4出象到 B7， 白方出象，黑方接着拱兵，白方出马，黑方拱兵，白方出后到 E2， 黑方拱兵，白方跳马到 C3， 黑方再次拱兵到 G6， 白方移位，黑方出王翼的象，白方出象，黑方跳马到 E7， 白方这里呢再次一次挪后到了 D2， 可能是预判黑方会短移位，然后对 H6 上的兵施加压力。黑方这回呢出动最后的马到了 D7， 白方拱兵到 H3， 黑方 A6 拱兵，完成河马布局。好，前10步完成，白方2次挪后，先到了 E2， 最后又挪回了 D2， 已经损失掉了1步了。到了这里呢，白方需要制定自己的计划了。对局中，白方跳马到了 E2， 和他的挪后的计划是一致的，准备把攻击方向转移到黑方的王翼。但我们需要问自己，白方的这步跳马有什么问题吗？有削弱哪些格子的防守吗？有的，他之前在西3的时候，他保护着 E4 的兵，同时又保护着中心的第5格，但是现在这2个作用已经都消失了，这就给黑方充足的理由来发动后翼进攻了，也就是法兰西布局。所以黑方利用这个空当跳马到 F6， 好棋。首先和自己的白格象一起来攻击这个 E4 兵，白方如果动中心的这2个兵呢，对他是不利的。比如如果拱兵到 E5 的话，那么第5格就交给了黑方了，马可以直接来到跳到第5，又是一个作死黑格象的方法。那拱兵 D 兵呢？那黑方会拱兵 E5 来封闭住中心，形成王翼印度防御。黑方有一个牢固的中心 E5 兵在这里，黑方将在王翼开始进攻。白方的王翼进攻的思路呢，就会被黑方压制住。这里白方不想主动动这2个兵，而选择跳马到 G3， 再次防守住 E4 兵。这不是给白方带步了吗？白方本来就是要跳马到 G3 的呀。是的，当黑方跳马到 F6 的时候呢，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更关键，那就是为了拱兵 D5 做了准备。黑方这次呢是主动拱兵到 D5 的。其实很少看到黑方主动拱中心兵的，在河马防御里边，但这里呢就是可行的。那是因为黑方突然间有3个子力在攻击 E4 兵，而白方只有2个防守者，白方守不住了，他要被逼拱兵到 E5。如果白方选择交换的话呢，那黑方会很高兴，把马放在这里，还是捉死了白方的黑格象，而且自己的2个象都已经非常灵活，都已经被激活了，黑方已经是开始占优了。所以对局中，白方被迫拱兵到 E5。由于有兵和白格象的加持，黑方这个时候是可以大胆的跳马到 E4 格的。好棋，白方不能用马吃回来的，因为那样的话会被兵捉双，又不想看到黑方有马在自己的地盘里，所以只能牺牲掉自己的白格象，黑方吃回来。法兰西兵行没有坚持太久，但是让我们了解了黑方这个阵型的目的，它已经达到了。黑方现在有双向优势，而且黑方 E4 上的这个兵在白格象的加持下威力巨大，已经使白方的阵型大乱了。白方没有什么有效的方法来攻击这个兵。对局中白方退马到了 E1， 白方的马现在已经是非常消极了，他被 E4 的兵完全控制住了，不能有效的前进了，黑方已经是占优了。好，这个例局呢，就是白方减少了后翼的防守，黑方有可乘之机形成的法兰西兵形结构的例子。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相似的局面，前10步差不多。白方第11步拱兵到了 H3， 一旦发现白方对 E4 兵缺少保护，目前只有一个西3上的马在做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如果黑方逐渐加大攻击这个兵的力度，白方到最后是没办法调集足够多的子力来防守他的，只能拱兵来收尾。所以相同的攻击序列开始了，首先跳马到 F6， 攻守双方力量对比现在是2比1，都是对 E4 兵产生的压力。白方退象来防守住 E4 兵，攻守双方力量对比2比2，黑方再加一个拱兵到第5，攻守双方的力量再次变成了3比2，白方没有能力再加强防守了，黑方又可以顺利的转变成法兰西的兵形了，然后准备后翼进攻。白方被迫只能拱兵到 E5，
黑方马跳到 E4 这个中心格子上。这种方法呢，可以使黑方的法兰西很容易推进，白方避免交换，现在退后。黑方另一个马直接到了 F5 攻击黑格象，白方接着退象。大家可以发现，黑方已经不再是紧缩防守的河马防御了，短短的3步已经转变成了攻击性很强的阵型了，而白方成了防守方。黑方接着马跳到 G5， 要换掉白方重要的王毅的防守子力这个马，白方先动手换马，黑方兵吃。现在呢，突然间 H 线开了，黑方河马不需要易位的好处已经呈现出来了，车还在 H8 格上，瞄准着白方的王城，而且白方的 H3 兵已经拱在这儿了，攻击开始的钩子也已经在这里了。黑方将来可以长易位，然后把重子都放在 H 线上，黑方将有更好的攻王机会。回顾整个例局呢，由于 E4 兵缺少防守的时候，河马可以很容易的转变成法兰西的兵型，就在这个时候开始转变的。最后一个例局，白方自己主动E5拱兵的情况，我们看前8步都很正常，白方很有攻势的把象都放在了第4横线上。白方出黑格象到了 F4， 黑方拱兵到 H6， 直到这里呢还算正常，但第9步白方拱兵到了 H4， 这不是一个很准确的一步。白方的想法大概是阻止黑方拱兵 G5 来赶走自己的黑格象，同时呢要打消黑方可能的短易位或者王毅进攻的这种想法，这种计划。但河马呢并不需要易位，也可以在最后再易位，所以黑方呢继续跳马到了第7。白方白格象发现没有好的攻击目标，所以退象回到了第3。黑方完成河马布局，象到第7。其实不光是白方的白格象，即使是他的黑格象也没有很好的攻击目标，所以呢对于白方把象放到第4横线上的情况，河马防御是一点也不用担心的。现在10步完成了，面对黑方铁桶般的防御，白方有什么进攻计划吗？其实很难找到的。白方选择了出车来等待机会。又到了黑方决定进攻路线的时候了，我们可以还是观察白方布局上的弱点。现在可以发现呢，白方中心的这2个兵的防守上哪个强哪个弱呢？现在确实 D 兵是防守最薄弱的，因为它只有 F3 上的马在保护。黑方可以这个时候选择跳马到 C6 来进攻它，然后准备跳马到 B4 去攻击这个被封死住的白方的白格象。但如果白方拱 D 兵到 D5， 那么黑方还可以选择跳马再去 E5 格，最后形成王毅印度防御的阵型。但我们这期介绍的是河马到法兰西兵型的这个变化的过程，所以黑方还有另外一种选择，那就是挪后到西8，后来到后翼。黑方打算接着拱西兵，要在后翼下棋了。这也给大家另外一个选择，如果我们喜欢后翼下棋，不想激烈的王毅印度防御兵型那样的王毅进攻，可以这样利用白方 D 兵的这个弱点，准备西兵推进。白方接着呢出车，把车都放在中心，黑方拱兵到了 B5， 后翼进攻开始了。随着白方车后都在翼线上，他对翼线的保护是最牢固的，这里白方决定拱兵 E 兵到 E5。 当然黑方需要封闭住中心的，但是在封闭之前，黑方需要消除他未来的坏象，也就是未来法兰西这个令人头疼的白格象。这里选择象换马，白方后吃，黑方中心关门。这是漂亮的法兰西阵型。我们来看黑方的后翼进攻是怎样继续的。白方拱兵到 A4， 打算在黑方出子完成之前快速的组织后翼上的反击。黑方继续拱兵到 B4， 白方退马到 A2， 黑方西兵在马和后的保护下拱兵到了 C5， 白方换兵，黑方后吃。黑方后翼的攻势已经很明显了，白方拱西兵到 C4， 黑方吃过路兵。白方马吃，黑方易位。现在呢黑王很安全了，黑方可以另外调集另外一个车也来到后翼，而且黑方中心还有一个通路的兵，黑方已经是绝对占优了。最后呢这个对局黑方就获胜了。这个例局呢是黑方如何主动的开始后翼突破，迫使白方拱翼兵到了 E5， 最后形成了法兰西防御的兵型。好，以上呢就是河马防御的终局如何转变成法兰西防御兵型的例子。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次再见。